下雨天路面比较滑，注意看咱们前面那个蓝色货车走得好好的，就突然变道了。限速120。我的个乖乖，多车连续追尾啊！这都是那个银色轿车突然停车造成的。咱们正常行驶，注意看右边的出租车，转向灯也不打，就连续变道过来。咱们车主也是不惯着他。都说开出租车的都是老司机，这个师傅不会是刚开始跑车吧？注意看啊，咱们车主和对面的车在这里对闪远光，两个人也是越战越勇。结果车主走近一看，瞬间傻眼了，这就有点逗了吧？我就想问问车主心里现在是咋想的？一直都在说要远离大货车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哦。我撞上了，慢，结束，仔细看右侧，突然冲出来一辆车，就开始连续变道了，果然是帅不过3秒啊！乖。注意看，咱们右边的那辆轿车啊，要强行变道，咱们车主也是丝毫不让，结果两个人只能撞在一起了。这没啥说的，强行变道肯定是他不对。注意看右前方的大货车，转向也不打，突然跨视线就开始强行变道。注意看咱们前面大货车转个弯把轮胎给转掉了，咱们车主也是够逗的。再来看一下这个，车主很倒霉，你们看左边过来一辆洒水车，直接把水洒到了咱们的车上，直接挡住了视线，刚好前面的车停车了。哎呦，这搞的，你们说像这种情况，洒水车应该负责任吗？高速上面还是下雨天，咱们一定要小心驾驶啊，千万不要猛打方向或者急踩刹车。你们看前面那个半挂车走得好好的，突然就失控了。我的乖！注意看，两个机车妹子冲了上来，你看后排的小姐姐还给咱们举牌呢，接着又是一个爱心动作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请问这几个人中心前面有什么补单吗？我被货车撞了，要叫救援，快点！前方有点堵，你看右边这个路虎啊，就这么直接冲了出来。本来看到路虎这种强行加塞的行为很是生气，而接下来路虎车主的举动却让人很暖心。你看他打开车窗，先是对咱们车主打了一个手势表示抱歉，接着就是一个大拇指，就这一系列动作，我想换做是谁都会让他加塞的吧。该说不说，就你这素质，活该你开路虎。这个案例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在出租车面前随意变道，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。你们看咱们前面的轿车打个转向开始向右变道，后方的出租车感觉冒犯到了自己，一脚油门顶了上去。我的乖乖，该说不说，出租车这个脾气确实很暴躁，对向车辆突然就要掉头，这也是把车主吓了一跳。你们说说哪有这样开车的？视频车没有办法，也是让了他。就你这个技术，还是别上路了吧。咱们是让了他，可是右侧车辆压根就看不到他呀。注意看右侧这辆车在弯道处，并且前方还有大货车的情况下，直接强行超车。咱们车主为了安全，也是直接向右变道把他给超了。结果刚才那辆车就不愿意了啊，一脚油门冲上来，又开始强行变道。这次咱们车主可不会惯着你了啊。来看一个高速碰瓷的，你们看右边车道的黑色轿车一直跨线行驶，并且还一直和咱们前面那辆车并排走。右边的轿车一直在观察前面那辆车的动向。你们看，咱们前面的车打了转向要变道了，这个时候右边的黑车一脚油门冲了上去，哎呦，差一点就碰上了，看把前面那个车给吓的。这就是典型的高速碰瓷啊，故意在你要变道的时候贴近你，给你造成碰到他的错觉。遇到这样的，咱们直接报警就好了。视频车准备右转，这个时候对面白车正在左转，可以看到视频车率先完成转弯，而左侧白车连续跨道就这么冲了过来。怎么开车的？这个就更过分了。你们看，本来是2个车道，但是左边这辆白车一直跨线行驶，车主也是多次鸣笛提醒，可是他还是我行我素，把咱们车主挤得都快刮上栏杆了。这个就有点欺负人了吧？咱们车主也是一忍再忍，但是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无需再忍了。哦吼，好一个美式截停，这个真的是过瘾啊！注意看，这会儿有点堵车，大家都在排队。右前方的白色轿车比较着急，直接压实线变道。哦吼，把出租车给刮到了。本来以为出租车师傅会很生气，没想到他竟然笑着下车了。咱们先不说谁对谁错，就他这个表情已经化解了90%的矛盾。来看一个强行加塞被咱们车主美式截停的案例。咱们车主在等左转的红灯，咱们都知道左转的红灯时间特别长，车主已经等了很久了。你们看右边这辆车冲上来就要加塞，换做是谁都不会让他吧，都在老老实实排队，你非要搞特殊。咱们车主也是紧跟前车，丝毫不给他加塞的机会啊，结果他还要强行应急。车主也是打开窗户质问了对方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打灯了，你干嘛呢？大灯绝对不是加塞的理由，并不是说你打了灯就必须得让你，让你是情分，不让你那绝对也是没毛病。本来以为他会放弃加塞，没想到前车一动他就开始强行应急，车主也是瞬间来了火气，直接一脚油门冲了上去。
前方弯道，车主的速度也不快，结果刚转过来，对向大车闪灯示意，咱们车主也是秒懂车语，及时靠边减速避让，这才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。你这哪是超车呀？那简直就是谋杀，好吧？不要问，问就是不容易。这些大车真的该好好管管了。咱们都知道，大货车是异世界的传送门，咱们遇到了尽量还是离他们远一点，千万不要和他们并排行驶。和大车并排行驶没好处，那像这种肉夹馍的情形也是不安全的啊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踩刹车避让。我说车主，踩刹车，踩刹车呀！我的乖乖，这个哥们儿真的是想去异世界啊，和其他车撞在一起，最多也就是个车损，和大货车相撞，那真的会嘎的啊！注意看，车主突然变道了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他要加塞？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啊！这个操作是老司机的顶级意识。咱们接着看视频。看到了没有？咱们车主妥妥的老司机哦！提醒大家，在堵车的时候不要只顾着看手机，多观察一下后视镜，对你绝对有好处。注意看，视频车正在和前方的红色本田思域斗气，原因就是因为刚才红色思域一脚油门把视频车给超了，视频车觉得思域在挑衅自己，瞬间也是来了斗志。要知道，视频车驾驶的是一辆奥迪 RS3，妥妥的陆地小钢炮，就这么被思域碾压了，肯定是心里不舒服。但是奈何视频车油门都踩冒烟了，还是追不上思域。果然，思域被誉为500万以内最好的车，真不是盖的。目前来看，前方的红色思域是进口的高性能版本，它搭载的是 2.0T 直列4缸发动机，最高马力可达惊人的300匹，0-100加速仅需5.4秒。看着前方红色思域如此强劲的动力，瞬间觉得我那台电车不香了。前方绿灯，左边的大货车开始起步了，车主也是跟着踩油门。然而还没走多远，大货车突然急刹了，车主也是直接刹停，紧接着一辆电瓶车就这么闯着红灯过来了。该说不说啊，就车主这个意识，绝对超越了99%的老司机。这个案例我可以说很多老司机都防不住。前方路况看似畅通无阻，然而危险却在悄悄逼近，就像穿了一身吉利服躲在草丛里，让你防不胜防。我的天，灰色衣服和路面融为一体，还真的是看不清楚啊！但凡视频车再快那么一点，小伙子就要直接毕业了啊！高速上面前方有点堵，车主的速度也是很慢，一辆 SUV 就这么从应急车道冲了上来。我的天，大哥，你这是着急着干啥呀？而下一秒车主就明白了，你看前方一辆警车开了过来，这就不难理解为啥那个 SUV 急着变道了。咱们的好叔叔也是赶紧下车，接着就是拍照，直接抓现行，让你走应急车道，这下舒服了吧？大哥也是一脸无奈的看着咱们，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，好像在埋怨咱们没有让他。我说大哥，你从应急车道强行变道，还能怪我呀？啥也别说，6分200块，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治治他，看他还长不长记性。夜间开车一定要控制好车速，不要觉得前方是绿灯就可以不管不顾，路口减速千万不能马虎。注意看，左边有电瓶车，车主及时减速，电瓶车却紧张过度，直接滑铲用电瓶车挡路。所以说开车慢一点还是很有好处的。前方弯道，左侧轿车便开始强行超车了，这里是运气，而他却认为是技术，这个时候还要强行超车。然而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啊！注意看，右侧道路变窄了，刚好右边一辆车冲了上来，他想变道，咱们车主没有让，直接加速离开了。没想到刚才那个车就路怒了啊！你看他从左边跑到咱们前面，一脚刹车就把咱们给逼停了。然后那个司机也是怒气冲冲的下了车，来到咱们车主跟前就是一顿谩骂。就刚才那个情况，咱们车主没有让他，应该没有错吧？左边的 SUV 一把方向就开始变道，车主鸣笛表示不会让他，可是他依然是强行应急，那就没有办法了啊！随意变道 SUV 全责。下雪天开车速度一定要慢，咱们车主就有点着急了。你看开始加速超车，结果路面有积雪，直接失控了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如果要卖车，我强烈推荐瓜子，卖给个人价更高。